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？上次我们去宛城，周总放下工作全天陪同我们，如今你来东城，我们身为东道主，当然要好好招待你。周总这次过来会待几天？处理完工作上的事就回去吗？还是多留几天？傅婉宁问道。周阳要是多留几天，他可以尽到地主之谊，带周阳到处走走，吃一吃东城地道的小吃，逛逛东城的景区。周阳说道，1个星期，工作上的事要是能提前处理好，还能玩上2天，不能的话，就是处理完工作上的事就得回去了。我另一家公司需要我过去坐镇，合伙人有其他事情要处理。傅婉宁有点遗憾的道，就1个星期啊，1个星期挤的话，应该能挤出1-2天时间。我带你到处走走，我说过的，只要周总来了东城，我都会好好招待你，尽到地主之谊。周总另一家公司在哪里？要去很长时间吗？很远 X 省的 H 市龙腾集团。傅婉宁哦了一声，随即又道 H 市的龙腾集团，我有点印象，听说龙腾集团也就花了几年的时间就追上了当地的龙头老大，但听说龙腾集团的老板神秘得很，不喜欢以真面目示人，天天都戴着口罩，听说口罩下面还戴着精致的人面皮，就算有人扯掉了他的口罩，也看不到他的真面目。原来龙腾集团的老板是你呀。傅婉宁偏头看了周阳2眼，笑道，我有点明白你为什么要戴着口罩，不喜欢以真面目示人了。周总长得实在太好了。周阳笑傅总夸奖了，不过大家说的那个神秘老板是我的好兄弟兼合伙人，他因为一些私人恩怨不宜过早暴露身份，才会戴着人面皮和口罩。他有仇家？傅婉宁八卦地问。周阳笑笑，傅总很聪明。傅婉宁很想问下去，考虑到自己和周阳不算很熟，两人也就是生意上合作的伙伴，上次在宛城见了一面，相处了2天，就这样而已。他不好再问下去，哪怕很好奇，周阳也没有说下去。龙庭的事虽说他已经公开了身份，但未经他同意，周阳是不好多说的。周总，我的车停在那里。到了停车场，傅婉宁带着周阳走向他的车子，走到了他的车子前，秘书用钥匙开了车锁，然后拉开了车门，又从周阳手里接过了行李箱，拉到后面去，将行李旁放到车尾箱里。秘书开车，傅婉宁和周阳坐后面，方便他们俩聊天。周阳打了一通电话给父亲，告诉父亲他到了东城。周鸿林惦记着儿子，叮嘱儿子到了东城后就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知道儿子平安到达。等周阳打完了电话，傅婉宁说道，我在东城大酒店订好了包间的，我爷爷等会儿就过来，我们回到酒店刚好可以吃饭。爷爷知道你亲自过来处理项目的事，就千交代万交代的，要好好招待你，最好就说服你住到我家里去。我爷爷很喜欢你，上次回来后天天都要夸你几次。傅婉宁知道爷爷的意思是想撮合他和周阳，两人都还不算熟悉，爷爷却想得那么长远。爷爷是见到个年轻的男子，就情不自禁地把人家当成孙女婿来看待。有时候傅婉宁都恨不得寻个地洞钻进去，受不了爷爷的催婚。周阳笑，傅老那是过奖了，长辈们都是那样，看别人家的孩子总觉得人家的好。我小姨也夸傅总是个很好的女孩子。傅婉宁问起海童的近况，她海童很有好感，2个人只相处了1天，她都觉得与海童兴趣相投，性格以及行事作风颇为相似，就连拳脚功夫她也是会的。不过她出入都带着保镖，很少会亲自动手。身为傅家唯一的血脉，家大业大，多少人盯着傅家，视傅家为一块大肥肉，他的安全就显得特别的重要。傅老爷子出门未必会带保镖，但傅婉宁出门，他一定要安排保镖跟随。傅婉宁不喜欢保镖跟着他，也会让保镖暗中保护。知道儿媳妇的娘家兄弟姐妹们都肖想傅家的家产，傅婉宁若是去舅家，傅老爷子是最不放心的。很多时候他会陪着去，或者安排一般的保镖跟着。有时候他还不许孙女儿去亲家那边，他信不过儿媳妇呀，护不住婉宁的儿媳妇耳根子软，又看重手足情，只要娘家人在他面前多说几遍，
他就会信以为真。富家内宅的事，老爷子会将一部分交给儿媳妇打理，免得儿媳妇在家里存在感太低。重要的事都是他和孙女说了算，还好孙女是他亲自养大的，性格强势，不像儿媳妇那般软弱。亲家那边想拿捏孙女儿没那么容易，等到傅婉宁成年了，可以独当一面接管公司生意时，傅老爷子才稍微松了点手，让傅婉宁自己处理与舅家和姨家的关系。我小姨很好，现在她去了 X 省的 H 市，我好兄弟的养母和师傅也去了，他们和我小姨是几十年的好友了，所以小姨也过去凑凑热闹。H 市有好戏看？傅婉宁本能地问道。她虽然只和海童相处了1天，却知道海童的性格。海童本来就是热心肠的人，人美心善又不会被人欺负。若没有好戏看，海童不会突然跑到 H 市去。好友相聚也不必跑那么远去啊。战家和军家都在同一个省2市，相隔也不算远。开车的话，1天来回就很赶，坐飞机或者坐高铁，1天来回是没有问题的。周阳忍不住笑，傅总对我小姨还挺了解的。不就是有好戏看，我小姨才带着姨丈撇下工作过去了。昨晚宝宝还向我抱怨呢。宝宝？傅婉宁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哪个宝宝。周阳解释，就是战牧尘，我的表弟，他的小名就叫宝宝，我们叫他宝宝叫了20几年，习惯了，有时候张嘴便来。宛城的人也知道战家大少爷小名宝宝。傅婉宁这才记起来，战牧尘小名是叫宝宝，他去战家做客的时候听大家叫过宝宝，当时海童向他解释了，战总的妹妹小名则叫贝贝，现在大家也依旧叫她贝贝，很少叫她战熙。兄妹俩的小名连在一起便是宝贝，可见兄妹俩是在战家上下期望中出生的，是整个家族的宝贝。傅婉宁颇为羡慕，他是遗腹子，母亲怀着他时，父亲就出意外死了。外婆家当时是劝母亲打掉孩子离开傅家，重新再嫁人的。母亲与父亲感情深，父亲又是独子，不用爷爷求他，他也坚持要生下父亲唯一的血脉。母亲是希望生个儿子的，毕竟傅家家大业大，若是儿子接班的话也能顺利点，好歹能让公司的元老们渐渐心服口服。结果他出生了，是个女娃，母亲失望至极，一度不能接受她是个女娃，还怀疑过医院调换了他的孩子，吵着闹着要做亲子鉴定，哪怕他爷爷以及舅家人都说孩子没有被换掉，母亲都不信，最后还真的做了亲子鉴定，证明了他就是母亲亲生的，母亲才接受自己真的生了个女儿。未能替亡夫生个儿子，是他母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傅婉宁是在爷爷和母亲的期盼下出生，但出生后有一段时间不讨母亲欢心，他是爷爷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，就是现在他长大成人开始接班了，母亲都还经常遗憾地说他不是个男儿。不是说母亲不爱他，爱是爱的，只是爱他的时候也在遗憾，所以傅婉宁才会羡慕战牧尘兄妹俩。战牧尘是他这一代的第一人，他父母结婚1年后才怀上他，整个战家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第一位孙辈，自然宝贝得很。战熙就更不用说了，那是战家几代人才盼来的唯一的女娃，出生起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真真正正的心肝宝贝。战总这个小名，傅婉宁笑，没有再说下去。周阳也笑，小时候叫他宝宝，觉得很正常，大了再叫他宝宝是不是觉得怪怪的？没有习惯就好，他不生气就行。那倒不会，我们叫他宝宝是叫习惯了，他也听习惯了，不过只有亲人才能叫，外面的人要是叫他一声宝宝，他能当场翻脸。周总有小名吗？傅婉宁好奇地问。有呀，我小名叫杨洋，现在我小姨他们还是叫我杨洋。我小时候，我爷爷会叫我宁宁或者婉婉，现在也会那样叫，我妈就很少叫我小名的。周阳知道傅婉宁的情况，他打心里有点心疼这个女孩子，她是不得不强势，没有兄弟姐妹，母亲耳根子软，有时候有点拎不清。爷爷年纪又大了，他要守住傅家的家产，不强怎么能行？不强大守不住家产呀。他说不想嫁人，只想做试管婴儿生2个孩子，是为了避免被婆家算计。
她的亲舅亲姨们三番五次给她介绍男朋友，让她妈催着她去相亲，但是介绍的那些相亲对象，傅老爷子一个都看不上眼，都是先二世祖，有长相没有能力的。看似是傅家少爷，其实他们的家族公司早就亏空，急需傅家这样的大豪门去填补他们的亏空。不说他们，就是傅婉宁的旧家公司也走下滑坡了。这么多年来，若不是傅家念在亲家的份上，一直拉两把，他旧家的公司早就倒闭了。帮了他们那么多，他们却是千方百计想将傅家的一切算计成他们的，简直就是忘恩负义白眼狼。